台湾一定要吃日餐，因为我们两个认为台湾的日餐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和日本的日餐相媲美的。然后他们就说台湾到底有啥好吃的？夜市，卤肉饭，然后甚至吃便当，要不从小七买东西。大家对于台湾的美食的误区的误会是不是有点大？台湾是一个食品非常多元化的地方，我们这次非常想打破这个误区，但是呢，就导致了我们吃了1万块钱的牛肉面，就有人说我们在炫富。我认为就1万块钱的牛肉面这件事情，台湾人是应该值得骄傲的。大家好，今天的台北吃什么？我们来到了台北鱼市。上次我们来的时候呢，是吃了他们这一片有一个非常知名的上瘾水产，就是站着吃饭的那个地方。那今天呢，我们来台北鱼市看看有没有其他的好吃的可以吃。我们上次就是进到这里边来，里边有一个上瘾水产。然后这里边是可以站着吃海鲜、生鱼片的地方，这里边有很多很多好吃的。这边就是上瘾水产哦，在这里选购，哇，大螃蟹，然后选完了以后上到上面站着吃。牡蛎、蛋菜，蛤蜊、待客烹煮，也就是站在这里站着吃饭。这边呢，就是自己买东西取完了，要不然就结账，要不然就到旁边吃。然后楼上呢是一个小火锅，我们打算去那个台北鱼市的上面去吃一个叫竹海餐厅。这边这个海鲜，他在跟我招手，哪呢？象拔蚌，象拔蚌。螃蟹它怎么这么活泼？但是我并不想吃螃蟹，你想吃什么？我们在这里点，但这里只有海鲜啊，只有这个螃蟹、龙虾，我们不爱吃的。刺身，那我们点刺身吧。这边还有乌鱼子哦，还有虾，那个苦瓜，那样的苦瓜。在这个楼下这边点选海鲜，选完了海鲜去3楼用餐。您推荐什么呢？我们喜欢吃生鱼这种，水量会比较丰富一些，像生蚝，然后前菜也会有海胆，加拿大海胆的前菜，蓝虾会有鲑鱼片，生鱼片，那我们要点一份这个吧。谢谢。再煎一个百子鱼，好，谢谢。然后再来点青菜，我觉得就可以。青菜可以，苦瓜或者是山苦瓜，然后有芥蓝、小松菜、水莲，然后山苦瓜，要炒2份。炒2份。谢谢。点一个贝类好了。火腿的贝类有鸡贝，然后有小黄，或者是喜欢粉捞，有跟台湾的。什么？粉舀、蛤蜊然后小鲍鱼，然后还有北极贝，就是这个贝，北极贝，那好，用葱蒸。好，谢谢。我们每次来这个上瘾水产，台北鱼市啦，人家是叫，对吧？台北鱼市，然后里边有上瘾水产，然后有不同的店，还有这个珠海，还有刚才那个小火锅，还有另外一边的餐厅。对，它一共应该算是1个、2个、3个、4个餐厅。4个餐厅，然后对，然后中间下面还有一些小吃。看我刚才还看还有什么炭烤。炭烤那个算一个餐厅，就是那个算做户外那个。
然后上瘾水产是坐在那个站着吃饭，就是在那个市场里面，你自己去买完了以后，然后拿到那个站着吃。然后上瘾水产的楼上是个小火锅，然后这边是竹海，挺好。好像感觉我是本地人。你很熟啊，挺好。我就感觉每次来这个上瘾水产这边都有不同的惊喜，因为有不同的东西可以吃。台湾的海鲜、日餐都非常好吃。我们上次在哪一个神乐市场，它也是传统市场，它有点像那个驻地啊，有点像驻地。然后里面的海鲜超级好吃，超级新鲜。神乐市场里面的海鲜，但它也不是光是日餐，它也有别的啊，它也有别的，它有点像，对，它有点像那个仁爱市场的那个2楼，全部都是吃的。反正在台湾就饿不着。为什么我们这次回来就是美食周呢？因为好吃的太多了。这次就把我们的有限的精力用在吃上面，好好的痛快的吃，也不用做攻略，也不用玩，也不用干嘛，就是吃。好，谢谢。很香，期待。好，谢谢。蛮好喝的呀，它就很润，喝起来很润的一个口感。它虽然名字叫生冷，但是它喝起来并不辣口。它有一股回甘哎，喝到嗓子眼儿有一股回甘。来了吗？这么快？哇哦！谢谢。瓦萨比的话，现在都是用就是这些折对玉米条的，也没有阿里山的是吗？确实是阿里山的没错。对，因为台湾现在没有，所以它暂时是用日本进口的。好的，知道了，谢谢。现在知道了阿里山瓦萨比以后，看不上日本进口的这些绿色瓦萨比了。吃任何日料都先问问有没有阿里山的瓦萨比，就显得我们好像很懂一样。但是我们的确是很懂啊。你说我们在美国都吃阿里山的我们在美国吃的都是阿里山的，吃不到。真的是这个阿里山瓦萨比，大家都说产量少，非常的珍贵，珍惜。他们好像说阿里山的瓦萨比都卖到日本，自己都不敢问。对，我们特别期待来台湾吃一次生鱼片。台湾的日餐其实是就是全世界除了日本，那是肯定是人家本土的菜嘛。对。然后台湾就是排第2位的，除了日本。品质，你品质和人家旗鼓相当，但是价格又实惠，经济实惠。但是我觉得唯一的缺陷就是没有阿里山的。没有，在日本也没有阿里山的瓦萨比啊。不叫瓦萨比。山葵，白山葵。哎，那你说那些山葵都卖哪儿去了？不知道哎，卖到日本去了吧？都秀珍姐买走了吗？秀珍姐买走了，都在秀珍姐那儿。这么大一块，太好吃了，太鲜美了。这一盘我觉得很过瘾啊，什么都有，生蚝也有，海胆也有，各种生鱼也有。咱们在美国吃的生鱼片，就是日本餐厅，其实都没有这边的好。手卷，马粪海胆手卷，你得有点米打底儿，要不然全是生鱼也不行。但是呢，又吃不下寿司，吃个手掌挺好。我觉得喜欢吃海鲜的朋友，如果来台北不知道该吃什么的时候，这里上瘾水产，然后台北鱼市，就是这一片区域就有很多鱼吃，或者也可以去附近的渔港，还可以去基隆，因为基隆其实很近，对，
然后女生去基隆还可以找琪琪做个头发，我拉直的头发，到现在还是这么的柔顺。但是都给搭配好了。这里的特色是把日本的山药泥切成了丝，然后也是可以能吃出山药的这个脆爽。还有拼盘搭配的很好哎，黏糊糊拉着丝的秋葵。那要水不对，花椒要小心。谢谢。花椒要小心。好，谢谢。蒸北极贝，葱蒸北极贝，好香啊，超级香。今天这菜饭吃的挺好，今天这饭吃的超满足啊。扇贝肉，一下拿了2个，我就一起都吃了好了。来台湾必吃的就是水莲，我最爱的蔬菜水莲，还有苦瓜，台湾的苦瓜也非常非常好吃。可能是因为北极贝它太小了，它只能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填充，但是在一起也是很鲜美的。那山苦瓜就是咱们那个分解茶里边的那个山苦瓜成分，里边就有山苦瓜，这是咱俩第一次吃山苦瓜，是吗？对，咱们之前没有点过，都是白玉苦瓜，因为我特别爱吃白玉苦瓜。尝尝这个山苦瓜，是不是比普通的苦瓜要苦一点？挺好吃的。它好像没有就咱普通苦瓜炒出来是硬的嘛，它有点这个切的薄，对，这切的特别薄，它做法不一样。对，这边做的还是很好吃的，山苦瓜非常不错。非常好吃。拼盘里边其实已经搭配的很完整了，它有鲍鱼，有虾，有各种的生鱼，有海胆，还有生蚝。带鱼煎的感觉很好哎。白带鱼的蛋，珍贵的蛋让给我了。胆固醇高我们要有难同当，不能我一个人胆固醇高，所以那个鱼子咱俩得一人一半，白带鱼很好，是吧？特别鲜。我觉得它煎的，是不是他就想要这么吃，这种嫩一点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这个白带鱼很厚，它没有办法煎到像小的那种小带鱼一样那种干煎。它肉厚的话，它就不能做到那种很干，所以这样就会有不同的口感嘛，外面是酥脆的，里面是鲜嫩的。但说句实话，我喜欢吃小带鱼，就是那种薄一点的、窄一点的带鱼，我觉得那样就是更入味儿，就像我不爱吃龙虾一样，因为我觉得龙虾的肉太大了，我宁愿吃小的虾，我也不愿吃龙虾。生蚝一点腥味儿都没有，一般像这种大的生蚝很容易有腥味儿，是不是？一点腥味儿都没有。生蚝一般。生蚝一般吗？好像台湾没有小生蚝吧？对，他们都是那种特别大的。对，我们目前吃到的生蚝都是大生蚝，但是其实小生蚝是更鲜甜一点。还是我们还没吃到台湾的小生蚝。台湾的海芋说这么好吗？不苦吧？澎湖他们叫牡蛎。牡蛎和生蚝不是一个东西，牡蛎是熟着吃的，必须得做熟。生蚝是生蚝。我看到他们那个小鲍鱼，就是台湾本地的，那不就是湖锦，就是
那叫什么九孔鲍啊，还是什么鲍？我觉得咱们在台湾吃这么多次啊，我感觉是给我们省钱了，因为就是在美国我就不用去花着大价钱去吃一些品质不行的生鱼片。咱们 Vegas，就赌场里的日餐厅，那个都是比较好的，对，生鲜。但是一般外边的那个日餐厅，很多都质量不敢保证，质量保不保证，拉富贵去一趟就知道了。而且你知道美国很多日餐厅都是福建人开的，很多。但是福建人会吃啊，福建人很会吃，福建人对于海鲜的要求也是很高的。他们是说为啥来着？因为以前很多福建人出来去日本。啊，福建人去日本，然后又从日本来的美国。对，我们雷大哥跟我们说的。而且很多福建人当时以前都到那个关岛。啊，关岛有很多日本人。咱俩喝一瓶刚刚好，稍微有点苦，但是刚刚好。巨大一块方的，我的妈呀，跟个大骰子一样！我刚才吃了一口就顶住了。来，富贵，你把它吃了。楼下也特别的有烟火气，各种的烧烤、炭烤摊位。今天台北吃什么之上瘾水产台北鱼市珠海圆满成功。我们回酒店了，刚才突然想起来忘记说，我们吃了这么多的生鱼片，吃的这么满足，这么饱，花了多少钱？花了4900多，不到5000台币。其实来台湾的一定要吃的，我建议哈，以我的这么多次的经验，来台湾一定要吃日餐，因为我们两个认为台湾的日餐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可以和日本的日餐相媲美的，不管它的品质啊，还是它的口味，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棒。咱们吃过不同价位的，就是不管在哪里吃都是非常好吃。像咱们吃过神乐市场的那一碗啊，对，也不贵，特别便宜。然后就我们当时吃的也是特别满足。神乐市场那个是非常便宜，那个比东京要便宜多了。那个比东京便宜太多，但是品质又非常的好。然后像今天咱们吃的这个，其实算是比较高级的餐厅了，对吧？然后我们还吃过东港华侨市场，当时黑尾鱼季的时候，我的天哪，简直太美味了。我还记得咱们还吃过一个日餐厅，中间有个小火车，咱们没拍，当时就是中间有个小火车带着那个各种生鱼片，然后你就可以直接夹着吃，那个也是非常好吃。吃过那个，就是上次跟我表哥他请咱们吃的那个就是更高档的，对，更高档的日餐厅了。日餐其实不是光咱们认为，我表哥也这么样认为，因为他是3个月在东京，3个月在台北，所以他认为就是台湾的日餐绝对是跟日本是基本上就属于是不分上下了，不分上下，我非常同意。而且不管是在哪儿吃，都是不分上下，你不只是高级餐厅，口味好，就连在渔港在市场传统市场吃的都非常非常好吃。对，唯一的缺陷就是瓦萨比啊，瓦萨比。富贵就吃了阿里山的那个白山葵以后，只要说到这个都要说一遍这个瓦萨比。我的天哪！不是，但是我跟你说，你这就是由奢入俭难呐。阿里山这个白山葵，它是不是跟日本的鲜芥末味道就基本上是一样的？我觉得就真的是非常好吃。我现在也是，就是吃不了那个绿芥末了，吃不了那个染色的绿芥末。对，真的对，因为我们之前去日餐厅都会问他有没有那种鲜的芥末、鲜的磨的芥末啊。现在真的是由奢入俭难呐，这个咋整啊？都怪秀珍姐。今天想和大家聊个什么事儿呢？就关于台湾的食物，咱们之前讨论过的话题有食品安全。然后第二就是传承嘛，匠人的传承，因为咱们台湾
遍地都是几十年老店、80年老店、70年老店，都一直开着，都是坚持它的这个品质。今天想和大家聊的呢是台湾食物的多样性。这个多样性呢，不只是这个品类哈，还有这个价格。为什么想聊这个话题？因为前几天我们请了就是一家朋友来家里吃饭嘛，就讨论起来，因为我们现在这不台湾通吗？然后他们就说台湾到底有啥好吃的？给我问懵了。我说你想吃什么好吃的？他说不就是那什么夜市，对，卤肉饭、牛肉面、臭豆腐，还有小笼包。我说不是吧？我说我现在嘴边能想出来的各地就有各地不同的美食，能独当一面的美食。所以我就在想说，现在的这个大家对于台湾的美食的误区的误会是不是有点大？是不是只局限在了小笼包，只局限在了牛肉面和夜市臭豆腐？因为台湾，比如说你在洛杉矶，你看，比如说台湾小吃，台湾餐厅，然后你卖的就是卤肉饭，就盐酥鸡，就是牛肉面，对，然后臭豆腐，就是卖的这些东西。对。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成分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看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去一个陌生的地方，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我们怎么吃饭？我们通过什么来搜索 ？Google。对，我们 Google， 或者 YouTube， 对 YouTube 还是其实 Google 现在用的反而你觉得，因为 Google 就是比较生硬的一个介绍，对。然后它比如说图片多一些，对。但是你可能会在 YouTube 上可能看的更多一些，对，因为你能看到吃的什么，长得什么样子。对，因为 YouTube 你可以很直观的看这个东西到底长什么样，然后你端上来什么样，餐厅什么样，这个东西跟图片是不一样的。图片是有些东西都是很美化的，你可能是10几年以前新的时候的图片，现在餐厅已经不是那个样子了。但是 YouTube 你看它时间，比如说我是上个月发的，半年以前发的，它就是这个样子。对。然后，而且 YouTube 你还有一个，就是因为在里边吃的人的真实感受，他也会说出来。对。所以你的所有的来源是通过 YouTube 来的比较多一些。对。你现在一搜 YouTube 吃什么，就是夜市，卤肉饭，然后甚至吃便当，要不从小七买东西，那你说台湾这些吃的东西，要吃那个餐厅，当然现在热炒。在 YouTube 上看节目，这么多东西是会给大家有一个误导的，对，有一个误区的，就是认为台湾就这点东西吃嘛，大家都是吃的这个。但是台湾真的不是光这些东西啊，台湾的美食是非常非常多元化的。所以咱们其实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有这个误区，咱们是因为有机会来这么多次，就我们探索了那么多台湾的美食以后，我们知道台湾的美食不只局限于这个。你看我们第一次来的时候也是吃的这些就是大家固有概念里的台湾美食。回想起我们第一次来，我们就是夜市牛肉面，是不是的确非常好吃？但是其实台湾的美食不仅于此。但是台湾很有趣的是，你可以几十块钱吃饱，吃得很好，你也可以几万块钱吃得非常的奢华，吃的特别的好。台湾是一个食品非常多元化的地方，我们这次非常想打破这个误区，但是呢，就导致了我们吃了1万块钱的牛肉面，就有人说我们在炫富。1万块钱牛肉面就炫富了吗？我认为就1万块钱的牛肉面这件事情，台湾人是应该值得骄傲的，因为这个东西别的地方就是没有。牛肉面哪里都有，只有台湾有1万块钱的牛肉面。你管它值不值，你管它怎么，但是只有台湾人敢做这1万块钱的牛肉面。它的存在必然有它的道理，对，而且必然是有它的市场。对，是的，是不是？如果说它没有市场，那我相信这个老板根本没有必要去设这个东西，坚持去做这个东西。对，它一定是有它的存在的必要性，对，他才会这样做。而且我觉得这个东西正是台湾人值得骄傲的地方，因为台湾人可以拍着胸脯说我们有1万块钱牛肉面，你们有吗？对，是不是？对，我当时听那个老板介绍的时候讲他的这个心路历程，我都觉得特别骄傲。我不会去想说就是我是个盘子，我花了1万块钱吃了这么碗面，因为我都会觉得特别感动。对，不在于说
你吃没吃过，不在于你要不要吃。就像比如说咱们现在就说在 Vegas， 因为在台湾可能咱们没有那么强的资格来评价这个东西到底是不是应该骄傲。那比如说在 Vegas，你说现在在 Vegas 就是，我记得咱俩几年以前吧，去那个 MGM 的那个法餐厅。哦，那个蛮贵的，那个时候就已经很贵了吧？对，好像现在前两天我听别人说，好像那个餐厅现在人均差不多要1500到2000美元，而且喝的酒还是一般的酒，还不是什么特别好的酒，所以他们上次好像是5个人吧，吃了1万多块。那小费就得3000吧？不是那儿的小费，你不是15%啊，你也不是18%呀，对啊，你都是25、28、30、35啊。对啊，那小费就得3000。你光小费就3000是什么概念？就是你吃一顿饭给10万块的台币的小费。对，这个还是就是中等偏上的餐厅。维加斯的好餐厅，你说吃几十万美元的，顶级的餐厅也有啊，是不是？你吃上百万美元的也有，但是我们会去吃吗？我们可能从来不会去吃，我们也没有那个钱去说我们花100万美元去吃一顿饭。但是有人去吃，但是我可以很拍着胸脯的说，我们维加斯有100万美元，的一顿饭，你敢去吃吗？你可以去吃啊，是不是？这是你值得骄傲的地方。对，对，就像咱们那个什么。咱们那个来的时候，就是打 Uber 去 Vegas 机场的时候，那个是老 Vegas 的一个白人啊，他是说我们有9.99块的 buffet， 然后我们也有999的餐厅，对啊，人均的餐厅，但啊，就是他不一定去那999，对吧？他有可能就平时就爱吃那个9.99块，但是他可以拍着胸脯说我们有。这个就和台湾是一样的嘛，就台湾人是可以骄傲的说，我们就是有这个东西。而且你说咱们再回到说刚才台湾食物的这个多元化的问题，你看台湾的每一个餐厅都是开了几十年，而且你发现这些餐厅还很难定位，为什么它开了几十年还是有那么多人去吃，还是一直排队排不上？那我相信它一定是有它独特的地方，因为你每个人从吃饭的角度来讲，我总吃一家餐厅，我总吃一个口味，我会吃腻的呀。它为什么吃不腻？就是我觉得台湾在饮食上他们很有创新精神，它可以把一个菜系，它可以把一个老东西附入新的生命进去。对，就像我从来说，我说我们特别想吃一顿台湾的川菜，因为我10几年以前我吃过台湾的川菜，我认为台湾的川菜，比在四川吃川菜要好吃太多了。经过了，因为你到四川，因为咱们毕竟咱们不是四川人，对，咱们到四川呢去吃它那个口味就是太麻太辣，但本地人能接受，而且它太油了，你知道吗？但是台湾的说川菜，它是把它的改良了优点拿过来，再经过自己的改良。经过自己的创新，等于创出了一个台湾的川菜，你就觉得吃起来特别合你的口味。那你再比如说樱桃鸭，樱桃鸭其实你说论烤鸭，那你说樱桃鸭怎么能排得上？那烤鸭一定是北京烤鸭嘛，是老大嘛，对不对？但是你现在心目中，你会认为北京烤鸭是老大吗？对，我心目中最好吃的就是樱桃鸭，宜兰樱桃鸭。对，那他吃了这么多次，他为什么你认为他心目中第一？是因为他改良了，因为他有创新。对，而且他创新改良了东西是要比原来的东西要好的，而且是结合本地的特色，比如说他那个三星葱，加入了三星葱。对，而不是说所谓鼎泰丰到美国改良成是美国可能适合的口味，它是越改越不好了。但是你樱桃鸭是把传统的烤鸭拿过来，它改良以后就让你觉得哇，你没有人可以跟它比了，焕然一新，和它媲美了。对，就是眼前一亮的感觉，嘴巴发光。对，然后那这个就是说这个食物本身，台湾有这个就是对食物它有创新精神。那第二个就是为什么说台湾食物的多样化，就像那天咱们坐出租车，对，我们那天从桃园机场回酒店的时候打了一个那个车啊，那个小哥特别热心，说一听我们口音就说你们是来玩的吧？我说是啊。他说哎呀，我给你介绍好吃的。我说哥，我们都来了10几次了。然后我说你要有口袋名单可以告诉我们呀。然
然后他说哦，那你们已经很懂台湾的美食了，那你们每次来必吃的是什么？直接给我们俩问倒了。我们这尴尬的想了得有30多秒，就是那个尴尬的安静，脑子在飞快的运转。对，必吃的是什么？每次来必吃的什么？那我太多了，我想吃的太多了，每个地儿我都能说出来一个就是我非常想吃，每次来都必吃，但是我不可能每次来都去吃，但我每次来都想吃的东西，对不对？对，你脑子不只有像你比如说盐酥鸡，对，你比如说你说让我现在想说我每次特别想吃的东西啊，咱们还不是说必吃，就是你来台湾你想吃的东西，那你让我一说光台北，我想吃巷子龙，我想吃500鸡屋，我想吃围炉，我想去宜兰吃樱桃鸭，我想去东港吃黑尾鱼，去台南喝牛肉汤，还有我的奥黛，然后去澎湖吃海鲜，澎湖海鲜就不用说了，然后我去高雄龙华市场，冈山啊，冈山吃羊肉炉，对，是不是？姜母鸭，我想吃姜母鸭，对啊，就是太多东西了。就是你现在让我说，其实我觉得我们现在来呢，其实因为你要考虑，比如说你拍节目的一个节目不能老重复，你如果说你不要拍节目的话，那我可能咱们吃的东西都是以前吃过的。对，像我们前辈，我们每次来他都会带我们去至少一个就是新的餐厅，而且这些餐厅都是我们想要再回去吃的。就变成我们自己的口袋名单，对，就越来越多。但是你要为了拍视频，你肯定要去吃新的地方嘛。但是其实说句实话，我们去过的这些地方，我们都想反复再去吃。对啊，但是我盐酥鸡我就没再吃过。你像前2天，艾比来，他的所有的餐厅名单是我们给他开的嘛？对，我们给他开了几套方案的餐厅名单。对，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朋友，然后前段时间带着。说要来全家来台湾嘛，就是我们卡的母主啊，对，我们万豪卡的母主就给我们这个亲情卡的这个朋友关系特别好。然后呢，我从就是台湾的最北边到台湾的最南边，我整个给他列了个单子，而且我们都帮他，就是你主要可以点几样菜，对，我们都给他列出来了。对，你就是有贵的，有便宜的，有小吃。有路边摊，对，然后有高级点的餐厅，就是太多了，真的就是不只有夜市。台湾的美食，咱们先不说台湾这么大，就说台北的美食。台北的美食它是可以囊括了，真的全世界各地的美食在这个地方。对，它不只有台湾特色，披萨、炸鸡、牛排、泰餐、素食，就是你能想到全世界，意大利餐。法餐对吧？墨西哥餐、西班牙餐都有，它不光囊括了亚洲餐，它是囊括了整个世界的各个地方的不同料理、不同的风味。而且像台北还有很多就是创意的那种餐厅，就是很多那种像米其林的大厨，他增加了一个他的艺术感。他做出来的菜都非常漂亮。一说这个融合了各世界各个料理，我突然想到，我吃过最好吃的披萨竟然是在龙华市场，就那个龙华市场里边的那个小哥现烤的那个小炉子，我觉得那个好好吃，我现在还在想那个披萨。台湾的美食的多样化，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吃不到的。台湾人本地说过啊，就是说你们别老认为我们台湾就是夜市，就是这点臭豆腐，对呀，卤肉饭，我也这么觉得呀。台湾的本地人，他肯定不是每天吃卤肉饭，他也肯定不是每天去吃臭豆腐，也不是每天去吃牛肉面。你就是说小吃它都已经有很多种了。对呀，对不对？你就不说咱还要去吃个几万块钱的，没有，不是。但是台湾的这个美食的跨度，就是它的这个涵盖的跨度是非常大的，就不光是品类，料理的这个口味跨度大，它的这个价位也大。你可以几十块钱吃饱吃好吃快乐，吃得爽吃得满足，你也可以几万块钱，对吧？吃一个奢华的料理，好吧？今天就是吃饱了吃爽了喝爽了有感而发吧，和大家就是聊聊这事儿，大家可以在评论区一起讨论一下。好吧，就这样吧，拜拜。